我对这个角色可能并没有什么感觉啊，反而是看了小说之后啊，知道他的一些故事，觉得他非常像奥特曼里面那个贝利亚这样的一号人物啊，都是为了力量啊，被自己的欲望给冲昏了头脑，堕入邪道这么一个角色。反而是读过小说之后，对这个角色觉得他很立体啊，非常有意思。可能这就是背景故事带给角色的一个深度、一个内涵吧。那我们还是说回玩具，其实我玩电影系的玩具是比较少的，我可能会在一些这个其他的故事里面用到这些模具的时候，我才会收集啊。我并不会主动的去购买一些真人电影的这个玩具，因为我这个入坑比较晚。说实话，真人电影并不是我的童年啊，没有什么滤镜啊。但这一个09V级别的这一个坦克呢，是我觉得体验比较好的，它的变形非常简单，它的载具的呈现度非常的高。其实这个模具有一个老梗，它其他那些颜色都是花花绿绿的，反而是这一个时空界的威震天，它用上了一个G1威震天的配色啊，显得它更加的整体啊。这个颜色看上去可能会真的存在这种配色的坦克吧至少看上去的第一眼不是那种花花绿绿的感觉啊，感觉是真实度更高了一点。而且它这个履带啊，虽然说有一点点色差，但至少都是灰色的，这个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玩过其他的玩具啊，这个万代神风，那个G2威震天了，还有大棒人，他们这个履带都是颜色都是不一样的，这里倒是用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灰色的履带，非常不错。那这个模具的原型应该是日系的一个90式主战坦克，自卫队所使用的这么一个坦克了。我对兵器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啊，对这个军事也是一窍不通。但是我看这个坦克的第一眼就觉得它肯定是一个有现实载具原型的，它的拟真度是非常高的。炮台上面是一个应该是原创的吧，应该现实中的坦克不会搭载这样的东西上去吧？我也不太懂啊。它的一些座舱的一些细节啦，这种类似于瞭望台的窗口啦都有做出来啊，这种类似于装甲板的这种细节也都有做，真的是很气质的一个表现啊。可能这就是很多人喜欢真人电影的一个魅力吧。那它上面也是有一个比较醒目的一个霸天虎的标志啊，不是特别的显眼吧。底盘来看呢，除了能有这个非常闪亮的威震天的胸罩以外呢，收纳来是比较干净的。哇，这个履带的细节做的是真的很不错，但是这个履带其实是偏软的，这个软胶非常的软啊，它的使用年限感觉已经也差不多了啊，有点头疼。这些机械细节大家可以稍微的看一看，做的真是相当细致。这个履带真的是怎么看怎么就觉得漂亮啊，怎么会这么好看啊？这个哇，太好了！要是会转就更好了，可惜它是假履带，它靠里面的轮子去转的。虽然它这个造型已经做出来了，哇，这个履带真的是很难用语言去形容这种好看，相当的好看，相当的不错啊。那好的，接下来我们就看它一个简单的变形嘛，它的变形说实话不是特别的难啊。然后这个模具呢，因为用的比较多，它可能会有一些松垮的情况啊，倒不如说整个时空界系列的这个做工啊，都是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坦克这个炮筒就是裂开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也裂的比较显眼，那个合缝确实是问题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可能真的是这个模具使用的太多了吧。话不多说，赶紧来变形吧。那首先第一步呢，我们直接给它翻到底面来看，把这个履带全部给它解锁开来啊，它都是有卡扣扣在上面的，可以看到啊，这两边都给它解锁开来。这个履带真的是虽然说做的很精致啊，但是它这个都是些软胶，而且非常的软，非常的 Q 弹啊，这个使用年限还是很大的问题啊。那解锁完履带，我们再给它这个兜裆部给它进行一个解锁啊，这里也是有卡扣去连接的啊，这里在这里。就是这样子给它都解锁开来，然后是坦克尾部这里啊，也给它解锁开来，像两边这样打啊，打开以后呢，这个腿啊就直接就落下来了，可以通过一些韧性把它给变出来啊，这个整条腿就出来了，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两边分开以后，我们把这个整个裆部啊给它往下去翻折啊，这个地方给它去翻折，翻下来啊，翻下来，翻到两边来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一片给它放到后面去啊。这可能也是需要一些韧性啊，我这个稍微给大家变一下，这样，这个就会稍微卡到一点点，不过不要紧。到了以后呢，可以给它直接折过来啊，折过来就有个卡扣的感觉吧。但是我说实话，这一版的模具就非常松了，这个一弄就开啊，不是特别的紧，玩起来还是比较难受的。那这条腿就给它转到正面来，履带朝前，然后把这里打开。
这个盖板呢给它翻成这样的角度啊，这个腿再给它放出来啊，哎，那这样子呢，整条腿就变完了。这个整条腿的变形真的是非常简单啊，不是特别的难啊。那两边都是镜像的变形，就不多演示了。这样子它的腿啊就已经变完了。至于这个地方呢，这个挡板它是也没有什么固定啊，你喜欢掀起来或者给它放下去都可以啊，看你个人的喜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变它的上半身，说实话也是非常简单的，先给它两边分开，顺着就落下来了。把这个手呢进行一个解锁，这里是有卡扣去跟这个地方连接的，顺便把这块挡板给它盖下来，变成它的肩部的一个造型啊。手掌翻出来。这样手给它打平啊，这个履带顺着就放下来就 OK 了，变形真的非常简单了。最后呢，我们把它整个胸部给它落下来，一往下落，哎，它的脑袋就出来了，然后一顶结合上啊，这就 OK 了。再把这个兜裆部盖住，然后呢，把这个炮台呢转到一个这样的位置啊，转出一定的角度，那我们的时空界威震天就已经完全的变形完成了。那我们来赶紧看一下它单体的表现吧，整体的造型就是一个日本武士机器人的一个造型啊，非常的有特色的一个模具了。那我也知道这个履带是可以往里面折的，往里面收纳一下，可能看起来更加的简洁一点啊，清爽一点。不过呢，考虑到一些官图插画，它都是把这个履带直接放在这里啊，那这样看起来更加的潦草，更加的落魄，也符合他一个落魄武者的形象了，是个被驱逐出去的逃犯啊。那这样子履带直接吊在外面的造型可能是更加的狂野一些了，那我就按照官图去这么变了。那首先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头雕啊，这个头雕也是这个G2威震天的一个头雕，可以看到它非常标志的双管炮的造型，那当时给你涂了个G1色上去啊，说实话看上去是有一点点怪了，特别是这个堪比蒙娜丽莎微笑这个非常神秘的微笑脸啊，让人觉得非常难崩啊。漫画里的一些造型，他的脸是要更加刚毅的，这个完全是不像了。眉眼之间呢，也给你涂出来啊，这个脸上的这个白漆非常的漂亮，是那种烤瓷牙的那种白漆啊，非常的好看。眼睛也是个红色的眼睛，上面眉眼的刻画也是有的啊，最上面还有这种眉毛的刻画，非常符合G2威震天的特点了。那在胸部这里呢，整一块都是一个非常亮的银漆，其实它里面也是用的金属红去点缀啊。这个红色跟它外面用的这种红色还真不一样，这都是用的金属红啊。虽然说在里面看的不是很清楚，大家能从这侧面稍微略窥一二。那这个配色真的是非常有考量。我们都知道，哎，G1威震天的一个枪形态的一个插画，它是一个红腿啊，那它也是有致敬到啊，它是利用的这个坦克装甲板的地方，哎，涂红了，弄出来一个红腿的威震天啊。我觉得这一个细节是真的很有考究啊，就想到用这么一种方式去实现G1威震天红腿的一个玩具的形象啊，这可能也是在还原动画造型的今天比较少见的一种操作了啊，比较容易遗忘他们原本玩具的样子啊，这一点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那身为武士机器人，怎么可以没有这个日本刀呢？它有一把非常大的太刀或者打刀吧，哎，但都是软胶的，非常的软，打到手上能听到那种啪啪的声音啊。这个玩起来还是挺难受的，因为这么软的一个刀啊，就哎很让人难以接受啊。这个刀呢，它也是可以去搭载到它的身上，就是这个插孔啊，这个地方直接给它插进去，哎，做一个收纳。它的这个手部的可动是非常强的，它可以做出一些纳刀的一些姿势啊，或者是拔刀的姿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这个刀啊，就非常的软，它一握上以后就会变形啊，这个对于拍照来说确实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缺陷了。那除了这把刀以外，它还有一把这个叫什么斜插嘛，叫瓦基扎西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是一把借错用的一个小刀，它是通过这个机关打开，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样给它从这样给它掰开，它里面是有非常精彩的联动啊，可以看到啊，哎，非常的精致，我们这样看吧，非常的好看，这个刀就弹出来了，也可以给它拔下来啊。那我更喜欢是像这样子去摆啊，让它的整个背包展开去摆，可能去增加了它的一个厚度啊，这个看起来是要比和尚要好不少啊。而且这种造型特别像那种日本武士往上面插这种旗子啊，这个万代神风也有类似的造型的一些插画，这个也可以给它装在上面，是一个全收纳的武器啊，相当的不错。那像这样子全搭载上呢，又是别一番风味了。整个造型上的厚重感是强了非常的多啊，
哎，大家可以各个面来看一下，其实它是没什么背包的，整个背面是收纳的非常的干净啊。这个屁帘也是比较恰到好处啊，因为如果没有屁帘的话，会显得它的整个下半肢非常的消瘦啊。这个屁帘其实是替它的造型增加了一些厚重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的表现啊。如果你不介意它这一个会断肩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变形关节往上面使劲的去打，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抬手的一个活动。那平转呢也是有的，往前往后都没什么问题。哎，这里也可以进行一个旋转，是在这个地方旋转啊。然后如果你不想断肘的话，还可以从这里去转，从这里抬也是可以的啊。往前往后啊，往里往内啊，都是有的。这关节活动性真的非常强啊。这还是个两段的关节啊，它可以去这样子去握刀，对它握刀的姿势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手也可以去单独动啊，因为有个变形的关节，对它拿刀是非常有关键性的帮助的。这个手臂的可动真的没得说啊。就是你看它造型的一点，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去掉的话，它整个手非常的小，像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小儿麻痹手一样啊。反倒是这个东西一挡啊，感觉会看上去顺眼一些啊。真的是它对于整个造型的整体的考究是有这个设计之初就有在考虑在里面的。像这个擎天柱的门板手一样，你去掉以后反而就不像话了啊。那可能话题扯得有点远了，我们接着来看一个可动啊。裙甲是可以往前面进行一个开合，做一个避让，不过这个就空洞了，不是特别好看啊。然后这个腿呢是有一个前踢啊，屈膝的角度是比较大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齿轮关节啊，比较紧啊，大家可以听到这种非常响的声音啊，大概有个超过90度的一个可动啊，脚底板也是单独的可动啊，然后这里因为变形原因呢，也有一节单独的可动，腿部的可动性真的非常强啊，它可以做一些踏步啊，这种拔刀的姿势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腰部因为变形的原因呢，是完全没有一个腰转，比较可惜啊。不过它依靠这些手臂啊、脚部这种非常多段式的关节，对它拔刀这种姿势啊，这种需求是完完全全足够了啊。那它腿部的可动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这个地方它会跟着下面一起转，有一个联动的效果，哎，这还挺不错的，也是电影系的一个特色所在吧。那它这两把刀其实还有一个玩法，就是把它两个合体啊。它这个坦克这里也是一个插孔，这个炮口这里也是一个插孔，可以把这两把刀插在一起，变成一把超大的双刃刀啊，也是可以给它去拿上的，就是给它安插上就行。哎，通过这个韧性给它插进去，就是软胶的韧性啊，变成这样一把武器啊，还是比较帅气的吧。这个造型确实是更加的狂野刀啊，也比较符合它的这个设定里面一个战狂的形象啊。吸收了这个萨尔的能量以后，变得强大无比啊，非常的强啊，相当帅气的一个造型，真的没得说啊。那最后我们再拿出同样属于时空界的擎天柱啊，这个 Optimus Prime 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两个甚至都不是一个G1的造型，但都换上了G1的配色啊。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把他们当成G1擎天柱、G1威震天来代餐也是完全可以的，真的非常神奇啊！这种冲突，这种设计原点就跟G1没什么关系的这种角色，全都涮成了G1配色摆在一起啊，真的感觉非常的神奇的一种感受了。那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我是巴斯特，我们再见吧，拜拜。